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严先生26岁，来自黑龙江；私营业主小贾25岁，来自黑龙江。私营业主，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控制欲太强了，特别双标。我觉得呀，结婚以后更喘不过气了。他就是个两面派，婚前婚后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人也太有心机了吧。最想解决的冲突是什么？什么事都让我干，嫌我什么都干不好，太难伺候了吧。我怀疑他婚前的老实都是装的，现在才结婚1个月就原形毕露了。希望对方如何改进？给我留点私人空间吧，别总想掌控我的生活。兑现婚前的承诺，别总画大饼，唧唧歪歪，不情不愿的。你俩结婚1个月呀？对，这不应该还在蜜月期吗？这怎么来爱宝过蜜月呀？就我们两个吧，是高中同学，认识已经有9年时间了，谈恋爱已经有6年了，现在结婚2个月不到吧。我感觉他改变特别多，就是跟婚前完全不一样，然后也不把我话放在心上，也兑现不了任何承诺了。他这个人吧，在我眼里就是特别双标，而且他根本不懂得我的工作压力，根本就不给我留自己的私人空间。那咱接下来仔细的说说，谁先说？我先说吧。行，你先说。他答应好了，婚前给我18万彩礼，结果到现在了就给我15万，剩下那3万呢，他以筹备婚礼为由，说慢慢的一点一点给我。现在我们证也领了，婚礼也办完了，这3万他就闭口不提了。那我没钱怎么给你啊？媳妇娶进门，彩礼就拖着了，这不行。咱们没有说不给他，只是我想等家里条件缓和一下再给他嘛。还有那个婚礼典礼的时候，我特不满意，你知道吗？我就一个亲妹妹嘛，压车红包她都没准备，后来都是我私底下拿我的钱给我妹妹补齐的。头一天我特意找你商量呢，我说需要哪些红包，她当时并没有说需要啊。那你这点人情还不懂吗？就一个亲妹妹给个压车红包，这点事儿还用我说吗？还有那个主纱的造型，我当时精心挑选了那么久，因为他扎车花的时间较长，导致接亲时间缩短了，然后堵门的游戏呀，然后那些找鞋呀都取消了。这些取消就算了吧，主纱妆造都给我修改了。就评委们你们看一下，右面是试妆的，左面是我结婚那天，它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嘛。说实话我看到的不一样，就是试妆的时候有美颜，结婚的时候是你自己，对，原片儿，就是那个刘海确实是有差别，就没有做上嘛。脖子上的项链，看那天主纱的造型，脖上没有戴项链，是因为时间不够用了。戴项链能花多长时间呀？那不2秒钟的事儿吗？但是时间真的来不及了。还有那个口红色号都有区别。不是，等一下，你现在是因为你觉得造型不一样，赖谁呢？就是因为那个接亲的时间缩短了。你这妆造不应该是更早就提早准备好了吗？前面还有一套绣荷嘛，然后这个是在接亲之后才能完成这个步骤。就是接亲完了之后到仪式中间这一套换装。对，然后因为那个时间缩短了，所以你换装的时间变短了，对吧？对。那这个扎花车是它导致时间长的吗？就是完全可以提前准备呀，他没有提前准备呀。没有提前1天扎的，指定都是当天扎。那头天扎，它花不得蔫吗？那你当时接亲的时间也长了，因为你路上堵车什么的，它不也长了吗？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你不重视，对吧？对，他特别不重视我们这场婚礼。最让我生气的点在于那个裙撑，最简单的裙撑他都给我拿错了。我本来个子比较矮嘛，他那个裙撑他给我拿长了。然后呢，导致我在典礼的时候上台，当那么多亲朋跑我面前，我摔了个狗吃屎。这个首先吧，他这个裙撑是我负责给取的，我去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打包好了。对，打包好之后，我就直接拿回来了。到家之后，他就非说跟他那个定制的不一样，这也能赖我身上吗？就赖你，你都不知道裙撑应该多长，你不重视，是吧？对，筹备婚礼的时候他都不重视，你知道吗？对。烟酒、场地，还有酒店在哪块办置婚礼啊什么，全都是我家里人出面去解决的。本来就是想按照他的想法，就比如说他喜欢这个酒店，咱们就定这个。我们家从来没讨价还价过，只不过是因为就是看酒店这个过程，我父母吧本来就是经济不是很好，现在
不想耽误这个工作，损失这份工资，而去看这个酒店，太有点浪费了这个时间。只要他相中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去看酒店，去置办酒席，他把权利都交给你们家，不是蛮好吗？钱是你们出吧？对呀，那就可以。主要我想要一个态度嘛，就是希望能陪伴一下嘛。哎，姑娘，你一直在嚷嚷说他两面派，婚前婚后大变样。这个变样除了在婚礼当天出现的这些状况，结婚这1个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就是结婚之前吧，他虽然说不那么听话，但是吧也算是服管教的，跟他说话他也能听。然后他愿意跟朋友吧吃饭喝酒。我给他打电话催一催他还能回家。结婚之后呢，他还跟朋友吃饭喝酒去。我给他打电话，直接就给我关机了。那这也不怪我呀。那你说我们正吃饭呢，接了一遍啊，我说一会儿回去，打电话接了一遍，说一会儿回去，他就是不听，一边接一边打，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在哪儿呢，跟什么人在一起啊，就是问特别详细。包括回家之后，还得说是我得先做家务，做完家务我也得陪他玩游戏，陪他看电视，之后吧睡觉的时候还得给他讲儿童故事。我有一段录音，评委。从前有3只可爱的小猪，他们都想建一座漂亮的房子。老大随便用稻草围成了一座房子。这个啪啪声是什么？是哄你睡觉在拍你是吗？每天都这样吗？也不是，他现在吧就有所改变。我说他长心眼了，结完婚之后他长心眼了。他有一次吧，我半夜睡觉，我一摸旁边人咋没了呢？然后我就找他呀，发现有声音，咋没人呢？看就搁个手机在跟前给我放录音，然后呢去跟他朋友吃饭喝酒去了又。要不然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男生就是要为女生付出一些嘛。之前吧对我挺大方的，你知道吧？结完婚之后抠死了，现在怎么抠了？限制我花钱额度了。然后明明答应好了，我过生日送我个金项链嘛，到生日那天了，就给我转500块钱，让我拿500块钱去买金项链去，超过500就不行。那你有没有想到我手里就有这500呀？自从结完婚之后，我就算挣2000块钱，我都得上交给他1950，就留50块钱。我还得去了抽烟，去了吃饭。你说这我能剩啥？就这500是我攒了好久才给你攒够的呢。那你没钱给我买金项链，你给自己换个新手机。这个手机是结完婚之后我收的礼金，那手机他2年前就答应给我换了，到现在一直不给我换，最近都用不了了，我才自己换的。换了手机多少钱？换了3000多吧，然后只有3000多啊？对呀。你还给你自己换个新手机，那你咋不把那3万块钱彩礼给我补齐点呢？你就没这态度，你哪怕拿个3000、5000给我补齐点彩礼也行呢。哎，姑娘，刚才你老公说他到家需要先做家务，所以也就是说你们2个人婚后的生活，大部分做家务的人是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做家务吧还算尽心尽力的，把家打扫的一尘不染的。然后呢我晚上回家吧都给我做各种各样的饭菜，洗脚水都端到你面前，恨不得那谈恋爱6年都这样啊？对，就这样式的。然后结婚之后他改变超大，就我就有点适应不了了。我感觉他挺能装的，你刷完碗你不得把灶台擦一擦吗？崩上的油点什么的。我说了很多次，他就是听着了也不干，就是不干。你做饭吗？有一次也给他做过饭。他就做一次。我本来寻思进行第2次、第3次，他说我说的太难听了，他看不出来我的付出啊。那你说我本来我就已经饿1天了，又累又饿，到家之后那个菜呀放了不知道多少盐，齁咸的，那米饭都没熟，你让我怎么吃？你说。所以说回家做饭是男生做。收拾家是他收拾，然后他还得哄你睡觉。对，就是你在家干嘛呢？待着呀。那我嫁给他，他不就应该干这些活的吗？哎，我打听一下啊，彩礼应该是属于婚前财产是吧？女方的婚前财产是吧？对，彩礼往往一般都是给他个人的。就女方的婚前财产。那你这钱是你自己的啊？法律上这么界定的，你这钱拿回来准备就都给自己花了，和他没关系是吧？我想自己花呀。但是我感觉他现在手里没钱嘛，他就过分到什么地步，就偷我的钱，拿我手机偷借了1000花呗给他朋友买飞机票。那你说当时我手里还没有钱，找你还不答应，我手机花呗你还给我关闭了，那我只能说用你的花呗帮我朋友买上机票啊。那我为啥关闭你花呗你不知道吗？他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花好几千买个音响，花好几百买个核桃，那一对核桃几百块钱你有啥用呢？
但是每次我都自己能还上啊，也没有你还过呀。你挣的钱不也有我的一份吗？咱俩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吗？你还说这工作，那你的工作不也是我替你完成的吗？我俩都是做销售的，他只负责跟那个客户约谈，剩下的后期跟进呢，包括选材呀，包括装车，包括后期的监督质量。这都是我负责的。你说本来我生活压力就已经很大了，我还得对这个工作压力全部压在我身上。那你说我也是人，我也需要休息，我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呢。哦，所以也就是说，你不光在家里面干活完成自己的工作，你还得帮他完成工作，是吗？对呀。那我嫁给你，你不就应该干这些的吗？我总是觉得就是你挨累了，那谁不挨累呀？那你老跟我吵吵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就平时有点懒，好指使他嘛。对，你这说懒哪是一点懒呢？回到家之后往头上一躺，就看手机，完就支嘴啊，你把那又干了，这又干了。人家家是别人家是什么小度开窗帘，小度那个放个音乐，到我这儿，老公给我倒杯热水，老公帮我捏脚，老公帮我拿个被，我都敢比那人工智能都厉害。我现在对你确实比人工智能厉害呀。最大的褒奖，您比人工智能还厉害。而且就是吵架也不跟你分场地。有一次我们俩带着双方父母逛街嘛，都要结束的时候了。要汇合，我就是说，你告诉我在哪儿呢？我去找你啊！不行，你必须给我发共享位置，就说这个位置给我找的准。那我说我找你也不用你管，就这事儿还能跟我吵吵。可他回到家之后啊，还把我东西又撇出去了，说是他的房子，你给我滚出去。他还老说我当他父母面前吵架，他有一次还当我姐面前跟我吵架了呢。有一次吧，我姐来我家做客，我寻我姐好不容易来一次吧。他来之前吧，我俩因为家务活的事儿拌了2句嘴吧，然后我寻姐姐好不容易来了，我就缓和一下关系吧，跟他主动说2句话就拉倒了呗。跟他说话说3、4句，连勒都不勒你一下，我姐没待几分钟就走了，你让我多难受啊！你这婚前婚后你就改变成这样式儿的，就是为什么结了一个婚，你的改变会这么大？你对这场婚姻到底哪里不满意？我只是觉得他这个人结婚之后吧，更双标了，而且他根本就不懂得我生活压力。平时他买衣服，他花多少钱都可以，他买那个衣服啊，左一件右一件的，家里一共3个大衣柜，几乎全是他的衣服，而我的衣服只有几件。完他买那个文玩盲盒，一买10好几个，花好几千。那我就喜欢看那个动漫《海贼王》，我都看了10几年了，我都舍不得买一个手办。所以6年期间谈恋爱，你应该对他的脾气以及他的行事风格了如指掌。为什么结了婚之后你就受不了了呢？结婚之前我的钱是我自己掌控啊，现在结婚之后我把所有钱都上交给他了。就是之前他没有这么粘人，也没有这么就是把工作都压在我身上啊。明白了。所以今天你们2个人来到我们爱宝，打算在我们这儿结束这1个多月短暂的婚姻，还是想继续下去？他要是不做改变的话，不把这3万块钱给我，我就不想再继续了。好，你的意思是他如果3万块钱给了你，你就可以继续下去是吗？就是3万块钱给我之后，得做出一些改变，不要什么改变？来说3点。就对我比较有耐心一点，对你有耐心，然后不要总是吐槽我不做家务。来，第3点。第3点的话，就不要限制我零花钱。结婚之前我想买啥就买啥，结完婚之后他总以过日子节俭为由，就不让我买这买那的。如果他能有所改变的话，你就能跟他继续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要跟他离婚，对吧？对。3点，你只要做不到，他立刻跟你离。跑不跑？我不跑，因为吧，我俩毕竟处了这么多年，我俩真的是有感情在的。好，那你说吧，你的诉求是什么？一就是不要说是把我的零花钱管控那么严格。好，你的第1点和他的第3点对上了，你俩的诉求是一样的。他的零花钱是基于我俩的存款，我的零花钱基于他给我留的部分。也就是说，他现在每个月给你多少？50元。 50。不是50，就是在于看我挣多少，因为我们销售部门靠提成嘛。平均多少？平均每个月能给你多少？一天大概10块20块的。1个月300块钱吧？就300、600嘛，这600都不到嘛？300、500。对对对。啊，你希望提到多少？咱也得说是一天到50到100左右啊。OK， 来第2个诉求。第2个就是给我一定的私人空间，你不要说一天天都围着他转，好歹让我跟朋友聚一聚啊，平时有自己的休息时间玩会游戏啥的，一周放松几次？1周至少2次吧。第3点就是希望他不要说当着外人吵架，出门在外嘛，男人讲究是一个面子，多给我留点面子。
你是不是也是这3点做不到就立刻跟他离婚？我会考虑这个离婚这个。你会考虑离婚的是吧？因为还是很喜欢他嘛。诉求都说完了啊，男生你先说吧，能做到吗？彩礼，那我在1年之内我挣钱给他呗。好，1年之内行吗？这个可以往后考虑考虑。如果说1年之内他要把剩下的2点改变好了，我可以等他1年。剩下那2点不要限制你的零花钱，能做到吗？不限制他的零花钱。可以不限制。来，第2点是对他态度好一点，能做到吗？能。我们这样，先来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2位啊。我觉得我们其实稍微有点同病相怜，尤其我跟这位女士，我非常能理解她的某些想法，但是我想说，相较比我的对象，您的爱人已经强非常非常多了。如果你摊上我这么样一个，我相信你绝对不用说10年了，不用说9年了，你就连9天你都撑不下去，你就直接想让他滚蛋了。我觉得男嘉宾做的已经很好了，很包容他了，家庭地位都已经这么低了。这我结婚之后，我都怕我生活过成这样怎么办呢？你想不想听我对你的感受？想。蛮不讲理，无理取闹。这一个丈夫，哪怕在你们恋爱6年当中，天天给你端洗脚水，你认为正常吗？另外，走进婚姻以后，您自己都说，他对这个家的付出，比人工智能还人工智能。那就说明您只要开关一摁，他就干活呗。他在外面赚钱，都交给你，在家里服侍你，你还这不是那不是。说婚礼那一些事，听听人人都气。我是学美术的，我告诉你，刚才的2幅就是现场的那幅更加立体，因为你爸妈作为原生产单位就这么给你生产的，连这一点都怪他们没有给你们留足时间，像不像话？你还让他改什么改？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妻子你还伺候得了吗？哪有一个妻子像你这样的？我是一家之言，你听听亿万观众以后怎么给你留言。先亮明观点，我如果是这男士的话，我会选择离开。为什么？伺候不了，3天5天可以，3个月5个月忍一忍，3年5年做不到。我认为男士几乎把家里面能做的全做了，这第1点。第2点是这样的啊，你是一位幼师是吧？那你在你的教学过程中传道授业解惑，你对那个小孩子就没有说让他们去回到家去做家务吗？我就干了一阵幼师，我是学这专业，但是后来干一阵我就不想干了，我感觉不太适应，就不干这个专业了。这是2码事，就是假设你还做这个专业，就是你曾经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对孩子没这方面的教育吗？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挺小的，干家务什么的，跟他们说他们也不懂，所以很正常。你看他一时中就想不到这些东西。刚才你还提到了男士是你用的字叫偷钱。哎呀，其实我觉得你们才结婚1个月就用这个偷字啊，我感觉对男士也是不尊重。但是男士有点做的不对，就是你要用钱，你得提前沟通，你不能先斩后奏。有的时候啊，这个钱它不是因为钱的本身，而是因为你用的时候啊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是因为我跟他打过招呼，他没同意才出此下策吧？不同意别干呀，你还不了解你老婆呀？了解，对吧？你这么一干，你矛盾会激化呀。所以你这个时候得忍一忍，你不能马上先斩后奏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啊，你们俩你别看你们俩谈了9年，又什么深入了解了6年，现在又结婚1个月，我觉得还真长久不了。与其忍着痛苦继续，不如就快刀斩乱麻就分了。好，谢谢任律。那大家如果有想要更多的了解我们任占敏律师的观众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关注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微信的公众号，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任律。为什么要结婚？结婚是为了让我们不太快乐的人生可以变得稍微快乐一些。2个人在一起能够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所以婚姻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姑娘，你应该要先想一想自己到底是否有经营婚姻的能力。我觉得你没有。
你没有经营婚姻的能力，却盲目的闯进了婚姻。而你走进婚姻的需求非常简单：第一，给够我彩礼钱；第二，满足我对于婚礼的那个想象；第三，我的零花钱可以变多，因为我可以克扣你的工资。所以你是去婚姻里面占便宜的，去享受的，去完成梦想的，你不是去经营婚姻的。所以姑娘，你进错房间了。但是你既然选择了这场有责任的旅程，你既然选择我要跟一个男人携手共赴山顶的话，你需要在过程当中付出行动，以及做一些工作，否则他可以跟别人同行。千万不要变成巨婴妻，因为感觉上你现在占尽了便宜，你是那个婚姻当中的小公主，我可以颐指气使的告诉你干这个干那个，你干的不满意了我就休了你。但实际上，谁在这场婚姻有主导权？当你说出那个这是我的房子，你滚出去的时候，就知道你在你们两个人感情当中多没底气，因为你穷的只剩下提钱的事儿。所以这段婚姻不是说你过不过的问题，他现在对你有感情，有一天如果没感情了，那后果就不知道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姑娘，见好就收这4个字儿送给你。我觉得就是一个男生能够忍受喜欢的女生，这么颐指气使啊，或者蛮不讲理啊，我们听起来这种就是简直无理取闹、不可理喻哈。9天能忍，9个月也有可能，9年我总觉得要不就是这男生脑子哪有点什么毛病，要么就是你们在场上呈现的不是全部。我就在想，为什么他到现在都说我不跑？肯定你有优点，他还会制作一些小惊喜啊，就是可能说我忙的时候把自己生日都忘了，他会替我记着，就很感人的时候。而且在我出差本来在外地，他会买机票赶到我出差的场地去看我，真的就是他有做些事吧，特别让人感动。而且就像说是咱们上学的时候经历的一样，就是上学的时候感觉他像白月光一样，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他，所以说不想放弃这段感情嘛。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家其实从人家爸妈到他本人，在婚前都是认可你的，自己女方家就是拿的婚房，为了嫁给你这个憨憨的，他们认为不错的男孩子，是不是？是。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呀？这点上，我没有听出来你对他任何有感谢、感动、喜欢他，没有听到。如果不喜欢、不感动的情况下，我也不会做这些事。所以啊。我觉得你们婚姻根本没有到了说我们就要谈分崩离析啊，只是在结婚1个月，我觉得你们有婚姻焦虑，尤其这个女孩子，她觉得啊，我把我的人生要交给这个傻小子了，我这不放心那不放心，他彩礼不给我是不是不爱我，对吧？他这个钱上不让我花，是不是以后不宠我？他不给我讲故事了，他是在无理取闹。我觉得他有深深的婚姻焦虑，固然他做的不好。那我们有没有真的就心贴着心去交流，把我们初结婚，你们都没结过婚，都不知道婚姻什么样子，都没有共同和一个异性生活在一起，每天睡在一张床上，对不对？这份焦虑怎么去解除？能不能把曾经那份心贴着心的感情，婚后我们开诚布公的说一说，对吧？你出去玩的时候带上他，或者跟他好好去交流。女生也一样，钱的事情不要反复的说，多难听啊！你家是比他家条件好点儿，你既然看上了这个人，你也认可他，不要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你今天在场上表现的特别差，所以大家都收敛一下，女生收敛一下自己的坏脾气和焦虑，男生其实更多的去交流和开诚布公的表达。我觉得婚姻刚开始，南老师在发言的时候我就乐了，因为他们俩是温和派，基本上我很少听到他们劝离的。但是当2位男士都受不了，觉得这个婚姻必须得快速离婚，你就可以想，姑娘，你其实给咱男人多大的压力？没人遇到过这种老婆。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点下嫁？也有过这种感觉。那然后现在婚后，你对他最大的不满意是？变化有点大呗，我希望他像以前一样那么对我。你知道以前为什么那么对你吗？不知道。
月光这玩意儿不垫高点够不着。但是要命的是，人类一旦登上月亮了，就不觉得那白月光稀罕，就会站在月亮上去眺望其他的星空了。所以对于你来讲，眼下你不就是通过自己的下嫁，已经成功的让丈夫觉得我已经娶到了白月光，那我是时候可以松口气了。然后我也不觉得说讲睡前故事这件事儿多么的恶心，或者是多么的难以接受。我们能够接受你的丈夫给你读什么上下5000年明朝那些事儿，但我们接受不了你的丈夫每天拍着你读3只小猪。所以如果你要和你的丈夫未来想保持这种家里的常规曲目，建议换曲库，这样对于夫妻2个人提高自己的眼界，还有就是看待事物的方式都会有很多帮助。不要老去看3只小猪了。然后再一个呢，就因为所有下嫁的女孩都有一个毛病，就觉得我有恩于你，你必须得对我就是接受我所有的颐指气使，你必须得对我是肝脑涂地。但事实上，感动也好，肝脑涂地也好，只有那一刹那。所有跟你结婚之后，如果你表现出更多的优越感，只会招他的恨。我不想劝你们分手我觉得你们之间是有爱的，只是你们在这个蜜月的第1个月不知道如何和谐相处。女人如果喜欢做细碎的，并且做得很好，那你就做细碎的。男人如果说我就是拖地拖得好，我还可以弄弄窗帘，修修这修修那，我晾衣服晾得特别好等等，你就挑选自己最喜欢和最擅长的那一部分承担起来。跟你的老公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喊人工智能的那一种态度，稍微像个妻子的样子，然后其实就可以过下去。那接下来我们新婚夫妻坐那儿休息一会儿吧，听得都懵了。换一下下一组嘉宾，来，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李27岁，来自沈阳，私营业主；美惠20岁，来自沈阳，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如何评价对方？我觉得他又抠门又没上进心，还假清高，简直太虚伪了。他太强势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感情中谁付出的更多？当然是我了，我为了他出钱出力，甚至连我自己的前途都牺牲了。我觉得是我们的意见只要有分歧，都得听他的。我一直在忍让和妥协。你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是？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要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希望他能感恩我的付出，而不是一边享受一边指责，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么不满意吗？对彼此啊？我说实话，我非常的不满意，何止那是不满意呀？他是一个软柿子不说，而且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很多时候没有未来，我看未来我看不到希望。我觉得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都是我去妥协他，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包括吃饭去哪儿，包括出去玩的地点，各种事情上。还有晚上，甚至连晚餐吃什么，哪道菜，我给他做什么菜都是他选。首先，在这段关系里，我家庭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我相对来讲挣的钱也会比他多一些，所以经济上是我占大头。我特别爱旅游的一个人，我那时候带他去韩国的济州岛旅游，当时早上的时候我就想吃个饭，我说宝贝儿，我们一起吃点什么？不用。我什么都不用吃，我就吃个泡面就好了。我也没有不让他去吃。你是没有不让我吃，那坐我对面拉了个脸。就他选了个烤肉店，一盘肉300多块钱，他能吃下去，我可吃不下去。他旅游花钱也特别没有规划，然后每次旅完游回来之后，连生活费都没有，吃不上饭，连吃饭钱都得我去和我朋友去借。每一次他管他朋友借完的钱，都是我最后堵上的，羊毛出在我身上。还有他的存款存的都是死期，那也没法用啊。真有事儿的时候怎么用啊？出去旅游这钱是谁掏？是你掏？我是大头，他也会分担一些是吗？对，但是主要是因为我想出去玩，所以说一般钱都是我出，他不爱旅游。不是你赚的钱还是你父母给你的生活费？都有，我是属于家里给，而且自己挣的也不是特别少，所以就是生活上还是比较宽裕。你会给他经常送一些礼物，还是说你们2个人的生活费是你来支付？一般来讲是我支付，而且就是他过生日什么的，我一直给他买一件很好看的衣服，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冲锋衣，大概是4500元左右。
然后包括他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个品牌的运动鞋特别火，当时给他买3万多块钱，在专柜的公价。小伙子，你收3万的鞋，你有压力吗？我当然有压力了，而且这个是他非要送给我的，我说了我不想要去，我也不想要这个钱花在这种地方。可是是快乐、惊喜、甜蜜多一点，还是压力、反感、闹心多一点？还是压力多一些的。我觉得我这工作没有必要去这么在意外表。他每天给我打扮的跟个假名媛似的，我也不是要占他便宜收这些礼物，然后我就会把我每个月的工资给他一部分放在他手里，然后我这些工资都放在他手里了，然后他家还跟我要那个48万8的彩礼，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别看我要的彩礼，我承认确实很多，但是呢，我家说了，陪嫁首先就有一辆40多万的车，而且陪嫁3套房子，还有我爸公司的股份。不是，你就金山银山，他48万8，他家得有啊。他挣的也不少，而且他挣的不都在你那儿吗？他挣的这儿有我给他开的户，他自己的存款呢。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可以用这些钱当做彩礼是吗？可以啊。那你把这些钱还给他吗？先。可以啊，但是还是不够啊。这48万8是你父母提出来的，还是你提出来的？我父母提出来的。他想跟我结婚，我呢也是很喜欢他，我想考虑，但是我们必须先把这个东西说好，因为我们俩家庭条件差的非常多，而且我父母呢其实是对他比较满意的，尤其是我爸爸非常喜欢他，因为他长得跟我哥哥挺像的。我妈妈是对他虽然喜欢不起来，但是对他的为人啊各方面的能力整体很满意，挑不出毛病。你见过他父母吗？你去过他们家吗？我见过。您提他父母，我非常的来气，就我没有见过那么奇葩的奇葩。我跟您讲，第一次父母见面的时候，我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当的门，我妈说了，咱闺女去人家一定要有体面。然后我妈妈给我备了2瓶酒，这2瓶酒单瓶的价格就是将近2000块钱，我带了2瓶。他妈妈不仅在家里没给我做好饭，合计没做好饭出去吃也行，小脏馆子小破馆子吃个烤肉，甚至连个饭店正经饭店都不算。拿红包的时候，他妈像打发叫花的，就给我了1000块钱。我这个家庭条件就是第一次上门给出1000块钱是一个很正常的数额，我们没有觉得没有尊重你。你们家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可以在家里面做饭招待你的女朋友？家里当天事情比较多，这个没有办法腾出那个时间去做一道菜。那事情比较多，这就是你们敷衍我的借口。而且还有一次，我跟我男朋友吵架，我都感觉他要动手打我，我就说我可没动手打他，他呢就是吵架生气了，然后他在马路上跑，我没办法，我只能去把他拽住，他就觉得我要打他了。我给他妈妈打电话，全程说完了以后，他妈一个字儿没说，直接把我电话挂了。他当时情绪特别激动，跟我妈说话的语气也特别不好，我妈还能怎么跟他说？你俩为啥吵架，把你气成那样？我当时有了个出国留学去美国交换的机会，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好好的，你可以去美国陪读，家里签证流水都能给你安排好。但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你没那金刚钻硬脸的瓷器活，要什么人命比天，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对，他对我这么大岁数了，然后刚处也不长时间，感情也没有那么稳定的，然后他就要出国，要这要那的，我怎么感觉他就是不像是要和我好好过日子啊？那还怎么处下去啊？说到这个事儿，我还是得说一点，当时我因为这个事情我妥协了嘛，我妥协了以后，我就说，宝贝，你给我买一个4000块钱左右的包，你去安慰安慰我。我求了他半天啊，不情不愿的把这个包才给你买了，那是不情不愿的呀。我当时手里就2000多块钱，他跟我说你去借钱。我是想让他管家里要钱，因为他每个月这些工资他会给家里打过去一部分。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我的父母这么通情达理，在我们2个小孩子谈恋爱的时候都能给予这些支持，为什么他的父母不可以？男生，你们家庭条件怎么样啊？家庭条件，父母是工薪阶层。他父母不是工薪阶层，他是纯小镇做题家自己考出来的，穷山恶水出刁民。那你为什么找他呢？因为我看的是他，我又不是看他父母。但是他不就是从那样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出来的吗？如果你这么瞧不起他的家，他身体里面流的血液不是他爸他妈的吗？我不是瞧不起他的家，我只是觉得他父母的做法有点太过分了。我之前有一次去安排他妈妈带我们当地吃饭，是我安排的，然后当时他妈妈坐在我对面，趁我男朋友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妈妈直截了当以一种很强硬的态度跟我说，我不希望你花我儿子的钱，而且呢，我希望的是一个正经过日子的孩子，我不希望你每天打扮的妖里妖气、花枝招展的，我不需要这样的人。但是他也是为了想让我们2个好好过日子而已。那想让咱们2个好好过日子，他自己不提那些经济上的支持，他反而不停地吸你的血。自从吵完架之后，我不就不给家里打钱了吗？
你觉得你俩还能走下去？我觉得我俩走不下去了，因为这次上来是我提出的。如果只是家庭的问题，我觉得还可以，我们能克服。但是现在不光是家庭的问题，是他整个人没有责任、没有担当、没有一个分析事情利弊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他现在这个工作是我们家给安排给找的，但他的上一个工作，一个27、8的成年男性找工作啊，能被骗了大概其7000多的工资。我一听我就说，那宝贝儿，欠了你7000多的工资，那我们打劳动仲裁把这个钱要回来吧。人家说啥？吃一堑长一智。OK， 我费劲巴力的把这个钱要回来了以后，人家说什么？人家不光不感谢我，反而觉得我小题大做，我耽误他的事情。那本来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有那个打劳动仲裁的功夫，我就不用找新工作，我挣不来这7000块钱吗？他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觉得他是对这个东西没有观念。在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正式见面的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说：“小李，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如果你输了真心话大冒险，你去给你的前女友发一条消息说我们复合吧。”当着我的面，开个玩笑吗？你朋友说没说过我不是正经人，说我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那不就是开个玩笑吗？你朋友有没有说？你朋友有没有说过让我不要他花他的钱？我说这是我花我自己的钱，接的头发，买的衣服。你猜他朋友说什么？这是你们俩的钱，你这个钱无论是你的是他的，都应该花在你们两个共同的生活上，没必要打扮的妖里妖气，而且私底下说我不是正经人，问我们俩什么时候分手，这还是我在他手机里看到的。这个静静是他的那个前女友。这也没有说什么很过分的话呀。我不是正经人吗？我是没有一份正经工作还是怎么样？这就是开个玩笑，真没有说很正经的话，大伙儿也都看到了。这不像开玩笑。说我不是省油的灯，他的钱都让我糟蹋了。他说的主要是养不起。我第一次见面，你有什么话你就不能别当面骂我，背地里说我认了，当我面还不尊重我，造我的谣，算不算？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你男朋友没有认同他朋友说的这一些话呀？他朋友背后说的比我朋友说的还过分多了。他那些朋友才是真正人身攻击我。你有吗？你有证据吗？有的，都可以看一下。他们虽然说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在背后说我，然后他还非常认同他们，从来没有向着我说话一句。他们真是就是对我人身攻击，都是侮辱我。我倒认为，我看了以后，男朋友说的没错，这一点你是认同的。他确实吃我的、住我的、穿我的、花我的，但是有一点，而且他吃我的、住我的、穿我的，都谈恋爱花点钱我没关系。那我不还是为了照顾他才是？你为了照顾我，你把我的屋子霍霍成什么样了？他在我的公用卫生间抽烟的墙上满满的都是一屋的烟袋油子，那保洁来了收拾半天，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外卖盒3天不扔。是他没有地方住，是你的他的那个房子现在贷款买的在装修呢，他现在就暂时住在我这。那所以这个家务是谁来承担呢？家务都是我做的呀，而且那个他刚才说那个烟油什么的，家务不是他在做，他不擅长做家务，所以一般来讲家务是我请的家政来做的。那家务平时还是我简单收拾一下呀。你都给我的房间霍霍成那样了，你稍微收拾一下，这不是收拾你的家，这是收拾我们两个的家。他那么爱干净，还在家里养一些各种宠物，又养蜘蛛啊、蛇呀、耗子啊，而且那个耗子还要下崽喂给蛇呢。养这些我没有影响到你，你凭什么干涉我的爱好？在我家里，我想养什么就养什么，没有问题吧？他又说是他家，那收拾卫生的时候就我们家。你自己去租个房子，不要。我还是为了照顾他嘛，平时。你不要老说照顾我，你照顾我个什么？你天天就给我惹气你。你们俩分开住多好。现在已经分开住，我受不了，我给他撵出去了。我有一天查他手机，我发现了有个粉色的头像。我当时我想是谁呀？粉色的头像这个女的，人家说I don't know，我不知道。我说你自己微信里的人你不知道吗？我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说 OK， 你不知道，那你发微信问他一句你是谁，或者你看一眼。我不知道，你别问了。人家还觉得我怀疑他，我还觉得我冤枉他。我说咱俩能不能好好说话解决问题？你告诉我他是谁，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那我微信那么多人，我怎么给他告诉他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呀。沟通无效以后，我说你滚！我家房子凭什么你搁这儿？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了以后，我第3天的时候，我自己就刷那个朋友圈，点开了，哎，这个头像好熟悉，就那个粉粉的。点开一看，一个他表姐的自拍，哦，那是他表姐，换头像了，认不出来了。对吧？那本来我心里没有鬼，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解释。那你这几句话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说一下，宝贝，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行，我帮你问一下吧。后来是我表姐，那就宝贝，对不起，我下回一定好好解释。你就说几句能说话能死吗？但是后果很严重，他滚了。不是1次2次了，今儿这是要分手的是吗？对，如果说我不分手，我必须要求他改这几件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他母亲对我的这个态度。姑娘，我就这么告诉你，
他妈妈就是不想你俩在一起，因为他妈妈觉得他儿子跟你在一起，儿子受委屈，他妈妈就恨不得你们俩早点分手。来，第二点接着说。第二点，我希望如果说真能继续在一起，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有解决问题的勇气，不要冷暴力我。第三点，我要求他，如果说我们两个继续在一起，如果真的涉及到谈婚论嫁，这是后话了。如果真的涉及到谈婚论嫁，我希望他能把这个彩礼拿出来，因为我家不是卖女儿，这个彩礼他给我，他不吃亏。48.8万能拿出来吗？拿不出来。这个你妈妈能改变吗？看概率，可能也概率不是特别大。不要冷暴力，这个可以。如果今天这3点有2点你已经符合不了了，姑娘就说必须要跟你分手，你接受吗？那我也只能去接受。好，来，时间交给各位老师。男生，我非常严肃的问你3个问题：这段恋爱你消费得起吗？属实消费压力很大。你想占女方和女方家的便宜吗？我不想。你在这个女友面前抬得起头吗？抬不起头。他抬得起，他软饭硬吃。您看，这就是你还想要的结果。在女友面前，你就是软饭硬吃，因为你们2个人的悬殊差异非常明晰。女方确实认为她对你付出了很多，但是真正的为你好，是要让对方感觉到好，那才是真正的好。女生或许也很委屈，她认为她的好心，她的付出，你全当驴肝肺。但是对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状态，我想你就只能像仰望星空一样的仰望，你没有办法去拥抱。他母亲的态度他改变不了，为什么呢？他母亲接受不了你，不是你不好，是因为你太好了。我能理解，他觉得我的家庭，我工薪家庭，那我就找一个工薪家庭的，对吧？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48.8万彩礼他拿不出来。我看了一下，你们来自好像是沈阳是吧？对。哈尔滨不是才18.8万吗？因为我们这边彩礼是根据女方的陪嫁而定。因为你这个彩礼是这样的，你有的他是根据当地的习俗、双方的家庭，还有协商的结果，还得结合他的能力。他这个综合评价，不是说由你单方决定。你定一个很高的条件，他实现不了，有啥意义呢？而且对高价彩礼我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呢，我跟你说2点。第一呢，你觉得很委屈，为什么会委屈呢？你说我都处处迁就他，我也处处让着他，我回家还做家务，对吧？其实我方便也不错。但是呢，你可能是什么呢？你也觉得委屈，为什么呢？因为你背后啊，你不被认可。你的诉求是什么呢？我看一下，是好好在一起，对吧？对，放弃吧。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舍不得，但必须离开。我觉得你们俩真的不合适，你母亲这些关你都过不了。你千万别给我谈，哎呀，婚姻是我们俩之间的事，还真不是。我觉得你母亲在家里可能有些事情还说了算。所以啊，是这样的啊，2个人在一起别别扭扭，还不如这个带着伤疤离开。好，谢谢任律。那想要更多的了解我们任占敏律师的观众朋友，现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关注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去咨询一下任律。你们2个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乞丐和公主，施舍者与被施舍者，就是没有情侣恋爱的状态。可是我有没有想过，我如果真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乞丐，我根本就不会给他一次又一次的给他钱，我也不可能为他一次又一次提供帮助。但是也没有人把自己的男朋友当成乞丐呀。我跟你讲，你爸你妈情商真的非常之高，你爸你妈无声无息的就把你们2个人拆散了。你爸你妈怎么可能同意你找他？你爸你妈怎么可能喜欢他？一个48.8万的彩礼，不就是劝退这个男生吗？但是我们家起码你让一个家里面豁上全家的命去娶你，这叫态度吗？不是态不态度的问题，但是有没有考虑过，我父母即便就像您说，就算真的不喜欢他，也没有说当面说过什么话呀。但你父母用钱砸在他的身上，用给你的那些陪嫁，就是在告诉他，我们看不上你，看不上我们，也从来没有当面说过什么难听的话，反而是他妈妈。所以姑娘，
你爸爸妈妈他们知道会用方法，他们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女儿舒服，他们在保护你，明白吗？我明白。他们在不想破坏父女和母女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说你爸爸妈妈情商高，他的妈妈确实有做得欠妥的地方，其实就是在告诉姑娘说我们家伺候不起你。所以其实双方的父母都非常的明白你们两个人是走不到一起的，互相瞧不上。没错，只不过女生的妈妈和爸爸聪明一些，你妈妈把所有东西全流于表面了，这让女生记恨在心。再说退一万步，就算你们两个人真的走到一起了，你们俩这婚姻也过不了，因为你们的原生家庭的生长、成长环境背景差距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好聚好散吧。你就不如人家这弟弟，他比你小1岁哈。你看人家睡前讲故事、打扫卫生，哄了6年，终于把大小姐娶回家了。开始有点想造反、想起义啊，想商量一个未来能协商的过下去的日子，你就没有守得什么云开见月时？但我觉得我平时做的也不差呀。哎，你都觉得你做得好还不够好。咱既然吃软饭，把这个饭吃好。你的问题在于软饭没好好吃，不会怎么吃。软饭硬饭，我觉得根本就不重要，那只是男女之间我们分工的不同。如果我经济能力好，那他能够提供更多的，比如说家务的帮扶，不分男女，彼此尊重，提供自己拥有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合适的关系。经济条件差一点就不匹配吗？我觉得这不是核心，核心是你这个软饭一点骨气都没有，你还不愿意更好的伺候人。我跟你说，你妈看到你站在这儿得多伤心啊！这姑娘再任性，她敢说她婆婆一句刁民吗？这小伙子再愿意给讲故事，如果这么说他妈，他早就走了。起码的尊重，起码的长幼之分，起码的内心的善良是有的，你一点都没有。你还站在这儿说我还想对他更好啊，我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想分手。所以没骨气的人也不配拥有爱情，没骨气的人就配有女朋友这么说你、数落你、看不起你。爱情当中，两性关系当中固然要提到物质，但至少是两个彼此平等的、互相尊重的灵魂的碰撞。如果平等和尊重都没有了，那只剩下耻辱和难看。赶紧分手。人设啊都是自个儿定的，你在他朋友嘴里为什么是那一个永远在吃软饭的男人，是因为他跟朋友就那么描述你的。你就可以想了，你的女朋友究竟怎么看你的？但是对这个女孩来说哈，你女朋友这个家教是很成问题的。我也不认为她的家庭条件有那么好，真的。一般呢，家庭条件好的这一些女孩教养都还挺好的，整个人的人生也比较有松弛感。最重要的是，爸妈绝对不会同意她到外头去跟个男的同居。就是我同意你在家里养蛇、养花栗鼠，我也不同意你在屋里养男人，对吧？然后对于你们什么未来这一些，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刚刚被你女朋友咬牙切齿嫌弃的那个没有退休金的老人是妈妈还是爸爸？我母亲。哦，那完了，你爸爸在他看来还不是个包袱，你的妈妈那简直就是穷山恶水里头的刁民。刁民，而且这个话一定是这个女孩的妈妈说的，或者她的家人说的，因为在她21岁的时候，她对于这些什么社保啊之类的东西，她是没有那么大的感触的。只有家里面会问说，他们家是什么条件，爸爸妈妈什么工作，有没有社保，所以这个女孩才会去问这个男孩。不是，你知道，所以这才是我讨厌这男孩的地方。他都这么说你了，你还说我想跟他好？对，还再说回你48.8万，就算是你女朋友给了你这个假的诱饵，你的假岳母娘给了你的假诱饵，你但凡自己有点朋友，你也跟你那3个说人坏话的好哥们儿一起聊聊。哎，一人给我凑个10万，兄弟，我结婚1年后就还你，因为陪嫁很多，全当投资，连本带利，兄弟我全还。但是你连人脉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志气也没有，骨气也没有，你有啥？你已经奔3了，你自己想想好，接下来的人生你该怎么走？你们接下来呢要回到门后，想一想到底是否要从这扇门走出来。好，谢谢，请回到门后。
我们在揭晓答案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好了，我们来一起揭晓答案。3、2、1，请开门。这个还真说不定。哎，他俩得出来，才没了啊？哈？哟，这就意外啊！为什么？为什么呀？男生明白了呀。不愿意讲故事了吗？3只小猪不听了吗？受不了了。还是女生不干了？你说这样的妻子有几个男生受得了啊？哎，不就让你们讲个故事吗？不是讲故事这么简单。不就把那欠的3万块钱回头给了吗？可能公主真的挺难伺候的吧。但不管怎么样啊，我相信这个此时此刻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选择，因为毕竟2个人结婚了嘛，可能回去还需要再冷静冷静。现在可能是不知道出来怎么面对对方，对吧？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第2组嘉宾的结果。来，我们一起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真不希望他们出来。我就怕该出来的不出来，不该出来的出来了。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哦，太好了！哦，太好了！我也认为不出来是最好。这个男的想明白，男的想明白。好了，特别遗憾啊，今天2组嘉宾都没出来，但是我觉得是一种遗憾，可能也是一种全新的开始。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们能好好面对自己的人生。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我是个大龄孕妇，我产假休满了，但我还想接着请假，但公司不批，还为难我，我能起诉公司吗？女职工产假结束后，如果因身体原因，比如哺乳、病假等，需要继续休产假，可以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医学证明，向单位申请哺乳假或者病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哺乳而降低工资、辞退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单位刁难员工，您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如果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还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的途径依法维权。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感谢我们几位情感导师，我们爱情保卫战下期再见。